给我停下来！少爷，不能停啊！前面就是三岔口了，再耽搁下去，为了去长平侯府迎娶县主娘娘的吉时，带侯爷灌醉下来，我们可担不起啊！就是因为这顶轿子拖慢了行程，今日是我双喜临门的日子，一边是侯府千金，一边是这个连路都认不清的傻子，带着他，难道要全京城都看我新科探花的笑话吗？可是少爷，苏家那边毕竟对您有恩，当年若不是苏家小姐替您挡了那碗毒汤，您也考不了探花。今日若把她揉下，传出去，怕是对您清誉不损。恩，我忍了他10年，早就还清了。他现在就是一个智力只有7岁的废物，我堂堂新科探花，怎能让一个傻子做我的正妻？侯府县主才是我的良配，把这累赘给我留在这里。景晨哥哥，外面好黑，打雷了，莹莹怕，我们不玩捉迷藏了，好不好？谁跟你在玩？苏若莹，你看看你现在这副蠢样，今日是我大喜的日子，你非要在这泥地里给我触霉头，是不是？可是今天是我们成亲的日子呀。哥哥以前说过，等莹莹长大了，青梅熟了，就娶莹莹回家。莹莹没有触霉头，莹莹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桂花糖，哥哥吃了糖就不生莹莹的气了，好不好？滚开！别拿这种脏东西来恶心我。糖，哥哥的糖碎了，莹莹排了好久的队才买到的。莹莹没有触霉头，莹莹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桂花糖，哥哥吃了糖就不生莹莹的气了，好不好？滚开！别拿这种脏东西来恶心我。糖，哥哥的糖碎了，莹莹排了好久的队才买到的。阿福，把轿夫和护卫全都带走，跟我去长平侯府迎亲，把他一个人留在这儿，是死是活，让他自己走回苏家去。少爷，这可是荒郊野岭，这么大的雨，苏小姐神志不清，万一遇上野兽或者歹人，他若是死了，正好解了我的后顾之忧。走。景晨哥哥，你丢下莹莹了，好冷，莹莹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有灯，有人家，莹莹可以躲雨了。督主，前方路边突然出现一个衣衫不典的疯癫女子，直奔我方车队而来。荒郊野岭，恐是方才那些余孽派来的刺客探子，属下这就去处理，绝不惊扰督主歇息。既然不知死活，便处理了吧。今夜，本督不想再听见任何聒噪的声音。遵命。什么人敢擅闯锦衣卫车驾？拿下！督主息怒，属下办事不力，这就将这疯女子拖下去，严加处置。大哥哥，你受伤了，是不是很疼呀？莹莹给你呼呼，娘亲说过，呼呼痛痛就飞走啦。大哥哥乖，大哥哥不哭哦。大胆狂徒，快放开督主！退下！本督让你动他了吗？属下该死。你不怕我吗？为什么要怕？大哥哥长得这么好看，就像画里的神仙一样。不过，怎么现在怕了？滚开！别弄脏了我的。大哥哥，你脸上流血了，是不是有坏人打你了？谁打的大哥哥？你告诉莹莹，莹莹帮你去鸟他。母亲说，打人的都是大坏蛋。你到底是谁派来的？敢在本督面前装疯卖傻，你可知诏狱里有108种酷刑等着你？疼，大哥哥，你捏疼莹莹了。莹莹没有装疯，莹莹叫苏若莹。今天是莹莹出嫁的日子。既然是出嫁，为何深更半夜孤身一人在这荒郊野岭？景晨哥哥嫌弃莹莹，他说莹莹是连路都认不清的傻子，会让他丢脸。他带着迎亲的队伍走了，去接别人了，别莹莹了。景晨哥哥，新科探花萧景晨。大哥哥你也认识他吗？你不能带莹莹去找他吗？莹莹答应过娘亲，长大了要嫁给他的。愚不可及，他把你当成破抹布一样丢在泥地里，你还要去？好冷，大哥哥，莹莹好冷。督主，这女子看来是个心智不全的弃妇，并非刺客。荒郊野外，雨势渐大，不如属下将她扔到路边避雨的破庙里，任其自生自灭，免得耽误了我们回京的时辰。带上车。
对不起，大哥哥，莹莹把你的大屋子弄脏了。擦干，别把风寒传染给本都。大哥哥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呀？景晨哥哥说我这样的傻子，走到哪里都会被人嫌弃的。因为他眼睛瞎了。大哥哥，你比景晨哥哥好，你受伤了没有哭？莹莹给你呼呼过了，明天就会结痂的。傻丫头，在这吃人的京城里，傻子是活不长的。恭迎都主回府。大哥哥，这是哪里啊？这里是都督府，从今往后便是你的家。都主，这位姑娘是？怎么，本都带什么人回府，还需要向你交代？老奴不敢，老奴该死。传令下去，收拾出主院旁边的揽月阁，吩咐后厨熬一碗姜汤，再请太医。任何人若怠慢了他，严惩不贷。哇，好漂亮的大屋子！娘亲没有骗莹莹，成亲以后就会住进全世界最漂亮的大屋里。奴婢伺候姑娘洗漱，姑娘万福。你们怎么跪在地上呀？地上凉，快起来！大哥哥呢？就是昨天晚上把我带回来的那个长得很好看的大哥哥。回姑娘的话，督主此刻正在前院书房议事，督主吩咐了，姑娘醒了便用早膳，不许姑娘乱跑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娘亲说过，成亲以后要把我接回家的那个人，那大哥哥就是莹莹的夫君啦。姑娘慎言啊，这称呼可使不得，若是让督主听见了，奴婢们的脑袋就保不住了。我不怕，我要去找夫君。督主，昨夜我们在城外遭遇的刺客已经查明身份，是严相暗中蓄养的死士。老狐狸急了，传令下去，全城暗查，严相的那些爪牙，见一个杀一个。夫君，夫君！你叫我什么？夫君呀，娘亲说了，昨天是我出嫁的日子，谁在风雨里用大马车把我接回家，谁就是莹莹的夫君。荒谬！本都不是你的夫君，昨夜只是顺道救了你，你莫要再次装疯卖傻、胡言乱语。大哥哥，不对，夫君是不是也像景晨哥哥一样，嫌弃莹莹是个连路都认不清的傻子？莹莹很乖的，莹莹吃的很少，莹莹还会画画，你不要赶莹莹走好不好？查清楚他的底细了吗？回督主，查清了，此女名叫苏若莹，乃是城东太上寺少卿苏大人的嫡女。7年前，她为了救当时的未婚夫萧景晨，误食了带有剧毒的鸡汤。虽然侥幸保住性命，但毒性伤及脑髓，智力便永远停留在了7岁。为了救萧景晨，那为何昨夜会被丢在荒郊野外？那萧景晨高中探花后，嫌弃苏姑娘痴傻，认为她配不上自己。昨夜本是他们大婚之日。萧景晨却同时迎娶了长平侯府的县主为平妻。为了讨好县主，他竟在大雨中强令迎亲队伍抛下苏姑娘的喜轿，扬言让她自生自灭，死了也活该。好一个忘恩负义的新科探花，7岁的心智护着一个畜生10年，换来的却是大婚爷爷被弃若敝屣。夫君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莹莹不吵了，你别赶莹莹走。苏若莹，听好，我叫顾燕慈，是掌管诏狱的大理寺卿。不是你心心念念的景晨哥哥，更不是你的夫君。这里是都督府，到处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狼。你苏家虽然将你视为弃子，但等雨停了，本都会派人将你送回苏家，或者送去一处安全的庄子。我不要回苏家，后娘会用针扎我，妹妹会抢我的糖，他们都骂我是傻子。景晨哥哥不要我了，现在大哥哥也不要我了，莹莹是不是真的很招人烦呀？禀督主，城中生变，严相的死士因为昨夜刺杀失败，正在全城秘密搜捕昨晚可能目击刺杀的活口，而且什么？说！而且萧景晨那边似乎怕自己抛弃救命恩人的丑事败露，影响他在朝中的清誉，竟暗中派了侯府的杀手去3岔口寻人。他们下了死命令，若是找到苏姑娘，就地灭口，伪造成遭遇劫匪的假象。好啊，一个想要杀人灭口，一个想要保全清誉，真当这京城是他们只手遮天的地方了。督主，苏姑娘现在成了众矢之的，若是将她送出府去，恐怕不出半条街就会横尸街头，我们该如何处置？夫
夫君，传本督令，封闭都督府大门，未登本督手令，任何人不得擅入一步。督主，您的意思是哪里也不去？本督倒要看看，在我的地盘上，严相的死士和萧景琛的狗腿子，谁敢动他一根头发？夫君最厉害了，夫君会打坏人。哼，真是想不明白，咱们督主是何等尊贵的人物，就算不娶公主郡主，也该是名门闺秀，怎么偏偏在府里养了个连话都说不明白的傻子？今儿个喂他吃燕窝，他非说那是白木耳，还闹着要吃外头那种沾着灰的麦芽糖，真是上不得台面。你不要命了？督主昨儿个发了话，谁敢怠慢他，剥皮抽筋。你管他是不是傻子，好好伺候着就是了。我也就是跟你抱怨两句，你看他成天在这府里没大没小的乱跑，还一口一个夫君的乱叫。咱们这都督府是什么地方？规矩大过天，尤其是督主的前院书房，那可是绝对的禁地。听说上个月有个洒扫的婆子不小心越了书房的红线，直接被拖去诏狱，打断了双腿。这傻子毫无规矩，我看啊，他早晚要闯出掉脑袋的大祸来。哇，会发光的小虫子，娘亲说过这是萤火虫，和莹莹的名字一样呢。小虫子，你别跑，来跟莹莹玩捉迷藏呀！哎呀，小虫子怎么飞到那个黑乎乎的大屋里去了？里面好黑，小虫子会害怕的。不行，莹莹得去把它救出来。小虫子，你在哪里呀？莹莹来找你了。哎呀，闯祸了！这要是被后娘看见，肯定又要用针扎莹莹的手心了。什么人？找死！别打莹莹，莹莹不是故意的，莹莹只是想救小虫子。督主，属下该死，竟让苏小姐闯入了禁地。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本督说过，这书房是禁地，禁地！地上的这些账册是本督熬了2个月才理出的一点线索，现在全乱了，全毁了！属下万死，督众息怒。这苏姑娘毫无心智，根本不懂规矩，属下这就将她拖出去严惩。把她给我。夫君别生气，莹莹知错了，莹莹这就帮你把这些画片重新叠好。夫君之前叠得太难看了，乱七八糟的，难怪夫君会生气呢。放肆！你这疯妇，还不快住手！那是督主的绝密文书，岂容你随意翻弄？等等，都别动！苏若莹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把这些账册按照什么顺序摆放的？夫君你看呀，这不是很简单吗？我把穿着红衣服的放在一堆，穿着绿衣服的放在一堆，穿着蓝衣服的放在一堆呀。娘亲教过莹莹，相同颜色的花朵要编在同一个花环里才好看。红衣服，绿衣服，督主，这账册全都是统一的牛皮纸封面，哪来的颜色之分？这傻子分明是在胡言乱语。红线是军饷，绿线是盐税，蓝线是科举舞弊的受贿金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！严相那个老狐狸根本没有在账目数字里设下暗码，他用的竟然是最简单、最不起眼的装订线颜色来区分总账和分账。督主的意思是，严相故意把这些不同颜色的账册打乱年份混在一起，我们越是按照常理的年月去排查，就越是陷入死胡同。而这位苏姑娘，夫君，你是不是不喜欢莹莹叠的画品？要是你不喜欢，莹莹再重新叠，你别生气了，别把莹莹丢出去好不好？我没有生气，你叠的很好看。太好了，夫君笑了，夫君笑起来比画里的神仙还要好看100倍。笑了，活阎王居然笑了，而且还任由一个女人抱着他的腰没有拔刀杀人，这天是要塌了吗？今夜之事，谁若敢泄露半个字，杀无赦。属下明白，苏姑娘不仅没闯祸，还是咱们整个大理府的福星啊！苏若莹，也许你真的是上天派来破我这死局的变数。既然你叫我一声夫君，这京城里的锋刀双剑，本督便替你挡了。哼，你是怎么伺候的？这茶水这么烫，是想烫死本县主吗？果然是寒门小户出身的穷酸书生，连端茶递水这种粗活都做不好，笨手笨脚，简直倒人胃口。
县主息怒，都是小生的错。小生想着这蒙顶甘蓝需用滚水冲泡才出香味，一时心急忘了室温。县主若是烫着了，小生这就去请府医来瞧瞧。哼，免了。看见你这副上赶着巴结的寒酸样，本县主就觉得丢人。我告诉你，虽然我父亲看中你新科探化的身份，让你入赘侯府做了我的平妻，但在我眼里，你不过就是侯府养的一条会读书的狗。县主说的是，能入赘侯府伺候县主，是小生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小生这就去门外候着，等县主梳洗完毕，再陪县主去向侯爷请安。少爷，您受委屈了。这县主娘娘的脾气也太……闭嘴！侯府也是你能非议的。只要能拿到侯爷手里的资源，让我在这京城官场平步青云，这点委屈算什么？韩信尚能受胯下之辱，我萧景琛总有一天要让这贱人跪在我脚下唱征服。是，少爷英明。只是，少爷，昨夜派去三岔口寻人的暗卫回来了。怎么样？那个傻子处理干净了吗？绝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抛弃糟糠之妻。回少爷，暗卫说他们到了三岔口，只看到满地的泥泞和马蹄印，根本没见到苏家大小姐的影子。没找到？那傻子智力只有7岁，连左右都分不清。这会儿估计早就不知道掉进哪个臭水沟里淹死了，或者被山里的野狼啃得连骨头渣都不剩了吧。少爷说的对，那等痴傻之人，离了少爷您，在这世上根本活不过一晚。其实那傻子虽然蠢，但对我倒是死心塌地。现在他大概正在阴曹地府里哭着喊景琛哥哥吧。哈哈，这就是命，他活该。哼，画个大大的圆脑袋，再画一把长长刀，这就是大哥哥。禀督主，岭南快马加鞭送来的岁贡妃子笑荔枝到了。圣上感念督主彻查官银案有功，特意将宫中仅有的2筐赏了1筐给咱们都督府。这荔枝用冰块镇着，一路800里加急，新鲜的就像刚从树上摘下来的一样。打开。督主，属下这就吩咐后厨的丫鬟将这荔枝剥好去核，再盛在白玉碗里，给您端上来。苏若莹，过来。夫君，你叫莹莹呀？莹莹刚才画了一幅你的画像，可威风啦！夫君，这是什么呀？红彤彤的，像小灯笼一样，是给莹莹吃的吗？这叫荔枝，想吃？想吃，莹莹最喜欢吃甜甜的东西了。天哪，督主可是连圣上赐宴都懒得动筷子的人，他现在竟然在亲手给一个女人剥荔枝。这还是那个掌管赵玉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吗？张嘴。好甜呀！夫君，这个小灯笼果真好吃，比桂花糖还要甜100倍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，这整整1筐都是你的。夫君，你也吃。纽钦说，好东西要和最亲的人一起分享。夫君对莹莹最好，夫君吃第1口。苏姑娘不可，督主生平最厌恶甜腻之物，从不吃这些。夫君，甜不甜？很甜。夫君最好啦！莹莹以后要把全世界最甜的东西都找来给夫君吃。没规矩。坐好，还想不想吃了？想。老奴叩见大长公主殿下，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。晏慈呢？让他出来见我，我倒要看看，
他这去了一趟城外办案，究竟带了个什么上不得台面的狐妹子回来，竟惹得满京城风言风语。回殿下的话，督主他一早就被圣上紧急召入宫中议事了。那位苏姑娘，此刻正在揽月阁。哼，苏家那个被退婚的傻女，燕慈真是疯了。我顾家满门忠烈，她更是深得皇恩，怎能容许一个心智不全的弃妇毁了名声？去，把她给我带到正厅来。咦，老奶奶，你是谁啊？你怎么坐在夫君的位子上？放肆！见了长平大长公主殿下还不见礼，居然敢如此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可是这里是夫君的家呀。夫君说，莹莹在家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不用守那些奇奇怪怪的规矩的。夫君不知廉耻，谁是你夫君？燕慈是皇上器重的肱骨之臣，未来的国之栋梁。你一个连字都不认识几个，心智宛如3岁儿童的傻子，凭什么做他的正妻？你可知规矩2字怎么写？莹莹不会写规矩，但是莹莹知道夫君是全天下最好最好的人。他给莹莹吃好吃的荔枝，还不嫌弃莹莹笨，莹莹也会对夫君好的。我不管燕慈是怎么被你迷了心窍，既然进了我顾家的门，就得守我顾家的规矩。李嬷嬷，带她去偏厅，拿一本女诫给她，让她给我安安分分地抄上10遍，抄不完今晚就不许吃饭，也不许睡觉，让她好好学学什么是3从4德，什么是名门闺秀的体统。苏姑娘，请吧。抄书就抄书，莹莹会画画，莹莹不怕。没用的东西，一点力道都没有，捏得我更疼了，都滚下去！殿下息怒。老奶奶，你是不是腿疼呀？苏姑娘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女诫抄完了吗？竟敢惊扰殿下休息！你又来添什么乱？若是没抄完，就给我滚回偏厅去！老奶奶，你看，莹莹抄完了。这画的是什么鬼画符？我让你抄女诫，你竟敢拿这些涂鸦来糊弄我！不是鬼画符，莹莹认识的字不多，抄不完那些长长的话。但是莹莹听到嬷嬷说老奶奶每到下雨就会腿疼，莹莹就画了这本按摩图册。你看，这个小黑人是莹莹，这个小红人是老奶奶。老奶奶，你别生莹莹的气了，莹莹手很巧的，莹莹帮你按按，你就不疼了，好不好？你不恨我罚你？傻孩子，燕慈没有护错人。谁敢动他？这毛毛胀胀的，成何体统？还不快把刀收起来，别吓着我的乖孙媳妇儿！夫君你回来了，老奶奶给的糕糕比荔枝还要好吃哦。燕慈给祖母请安，谢祖母疼她。起来吧，你这眼光比你爹当年强。这丫头是个有大福气的，以后谁要是敢在这京城里欺负我顾家的孙媳妇儿，我这把老骨头第一个不答应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这里是锦衣卫总督府，没有督主的手令，任何人不得擅入。你们敢硬闯，不要命了吗？哼，小丫头片子，老夫乃是当朝严丞相府上的大管家，今日前来是奉了丞相大人的命令，特地来给你们家新过门的夫人送贺礼的。督主早有严令，顾府从不收受任何外客的礼单。管你是谁家的大人，请速速离开，否则我们就要叫侍卫了。哼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老夫今日是来见顾夫人的，
轮不到你们两个贱婢插嘴。翠儿、柳儿，你们在跟谁吵架呀？吵得莹莹都画不好小乌龟了。哎呦，这位就是顾夫人吧？果然是天生丽质，宛如仙女下凡啊！小人是严相府的管家，特地来给夫人请安的。你打扰我画画了。严相府，我不认识。夫君不在家，你走吧，我要回去画画了。夫人留步。夫人既然喜欢画画，那小人今日可是送对东西了。我们家丞相大人听说夫人天真烂漫，特意备了2份薄礼，想请夫人赏个脸收下。只要夫人点点头，这些宝贝就全都是夫人的了。夫人请看，这是我家相爷的一点心意。夫人有了这些，想买多少糖葫芦，多少漂亮衣服，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。只要夫人收下，以后顾督主和我们严相那就是一家人了。这严相分明是想趁着督主不在，把受贿的罪名强行扣在心智不全的夫人头上。只要夫人点头收了，明天严相就能在朝堂上呲督主一本贪污受贿。夫人，不能收，这是坏人下的套啊！这是什么呀？黄锃锃的，像硬邦邦的石头，不能吃又不能玩，一点都不好看，我不要。果然是个没见过世面的真傻子。金子太俗，夫人不喜欢也是自然。那夫人看看这个，这可是真正的绝世珍宝。夫人，这可是前朝华圣的真迹《香水气神图》，我家相爷可是割爱相赠。夫人既然爱画，想必一定会喜欢。他为什么在哭呀？夫人好眼力，这正是此画的最高境界，叫做凄美。夫人，您是不是觉得这画绝妙至极？只要您一句话，小人这就把它挂在您的房里。不好，一点都不好。娘亲说过，哭起来的女孩子最可怜了。莹莹不喜欢这幅画。顾夫人，这可是相爷亲自送来的大礼，可由不得您喜欢不喜欢。您要是不要，那就是不给我们丞相大人的面子。他不想哭，莹莹要让他笑。你这个疯妇，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傻子，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？这是价值10座城池的真迹，你竟然把它毁了！你这蠢猪，你拿命来赔！哎呦，我的手断了！谁借你的胆子，敢在都督府对我顾燕慈的夫人大呼小叫？督主，是你的夫人欺人太甚。我家相爷好心送来前朝画圣的真迹，说是苏若莹今日接了这画和金子，明天就会以贪墨罪下狱。夫君，我是不是闯祸了？这个傻丫头，误打误撞的破了严相那个老狐狸精心布下的死局。没有闯祸，我家夫人画的极好，那画中人原本愁眉苦脸，实在晦气。督主，你这是指鹿为马，被他画成了这副鬼样，你竟然说好！本都说好，他就是稀世奇珍。本都说他晦气，他连擦鞋的破布都不如。来人，属下在。把这群不知道规矩的狗东西，连同他们带来的这些破铜烂铁，给本都全都扔到大街上去。扔出去！手酸不酸？走，夫君带你去后院洗手。今日你立了大功，想吃什么，夫君都让人给你做。莹莹想吃叫花鸡，还要吃城东李婆婆家的糖葫芦。疼，好疼，脑袋里好像有好多好多虫子在咬莹莹。夫君，你在哪里？若莹，你怎么了？哪里疼？夫君，莹莹的头好痛，像要裂开了一样。是不是莹莹今天吃太多糖，老天爷惩罚莹莹了？来人，滚去把全京城最好的大夫都给我绑来！一炷香内若是不到，全给本都提头来见！
作孽呀！这丫头7岁那年中的乃是西域奇毒枯骨散，此毒极其阴毒，不伤五脏六腑，专攻脑髓经脉。当年虽然侥幸保住了一条命，但这余毒却如复古之躯，在这丫头的脑子里盘踞了整整10年。如今毒性开始反噬，这头疼之症以后只会越来越频繁，直至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活死人。活死人！本都把你找来，不是听你说这些废话的，我要你治好他。要什么名贵药材，哪怕是皇宫大力的千年雪莲，本都也给你弄来。治不好他，本都拆了你的药王谷。督主息怒，老朽既然号称神医，自然有解毒之法，只是什么？说。只是这拔毒之法极其痛苦，需要连续99、81天，每日用极热的滚水熬制药浴，让夫人浸泡其中。同时，老朽要用72根3寸长的银针刺入夫人头部和周身的大穴，逼出毒血。这其中的痛苦犹如剥皮剔骨，万蚁噬心，寻常7尺男儿尚且难以忍受，更何况是一个心智只有7岁的娇窈小丫头。她若是在施针途中痛得挣扎乱动，银针一旦错位，立刻毙命。准备药浴，只要能救她，任何后果，本都来担。我不要，莹莹不要洗黑水，那个水像怪物一样，会把莹莹吃掉的。那个爷爷手里拿的针好长，比后娘扎莹莹的针还要长，会死的，莹莹会死的。夫人，您听话，泡了药水，您的头就不会疼了。我不要，你们走开，我要找夫君，夫君救命，有坏人要扎莹莹。你们都退下，薛旦一留下准备施针。若莹，乖，看着我。夫君，那个水是黑的，针好长，莹莹怕疼，莹莹可不可以不治病？不行，你必须治，因为我顾燕慈的夫人，绝不能永远被人当成一个可以随意欺力抛弃的傻子。我要你清清醒醒的活着，看清楚这世间所有的好与坏。你看，水虽然热，但不会吃人，有夫君在，没什么好怕的。疼，好疼！夫君救我！都总，按住他，绝不能让他动弹分毫。薛神医，施针。别管我，继续扎！夫君，莹莹咬疼夫君了。别怕，若莹，疼就咬我。从今往后，夫君替你扛。你只要躲在我的身后，做一辈子快快乐乐的小耍子，或者做着全天下最尊贵的诰命夫人。莹莹不怕，莹莹也要长大。莹莹长大了，也要保护夫君。不让别人欺负你。督主，岩巷那个老狐狸反扑的极狠，若不是您早有防备，恐怕垂死挣扎罢了。告诉下面的人盯紧严府，他想玩命，本都就陪他玩到底。督主，您已经连续5天5夜没有合眼了，您快回府歇息吧。备马回府。傻丫头，怎么不去床上睡？夫君，你回来啦！怎么大半夜的还在折这些东西？手不疼吗？不疼呀，给夫君折的，再多也不疼。不疼。翠儿说，如果在纸上写下愿望，折满1000颗星星，老天爷就会帮人实现愿望的。我知道夫君在做很危险的事情，我帮不上夫君的忙，只能每天折星星。每一颗星星里，我都写了愿顾燕慈岁岁平安。本都的命，既然是若雨许的愿，夫君便好好留着这条命，守你一辈子。夫君说话算话，等我的病全好了，我也要像书里写的那样，和夫君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好，一生一世，只要你一个。
夫君，你看那个兔子灯好可爱，还有那个画着牡丹的，比皇宫里的还要漂亮。慢点跑，别摔着。喜欢哪个，夫君都给你买下来。哇，夫君，那个灯会跑哎，好神奇，好漂亮！各位客官，这盏七彩走马灯，谁若是能用这把百制强弓，站在百步开外，一箭射断悬挂花灯的那根细如发丝的红线，就归谁。夫君，那个红线太细了，风还那么大，我们去买别的灯吧。那个兔子灯也挺好的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夫君呀，弓来！这位爷，这弓可是极品玄铁打造，重达100斤，你可千万小心，别闪了腰。简直是神箭手啊，太厉害了！全京城最美的灯，只配全京城最美的姑娘，喜欢吗？夫君，这盏灯很美，但是在若莹心里，夫君比这世上所有的灯，所有的星星都要耀眼。你是死人吗？没看到这鹿肉已经凉了，还不快去给本县主换一盘热的来？跟个木头桩子似的煮在这里，真是丢尽了我们长平侯府的脸。县主息怒，微臣这就去换。只是这大殿之上，皇上尚未驾临，微臣若是随意走动，怕是与礼不合，两人非议。非议？你一个靠着入赘才爬上来的寒门书生，有什么脸面怕人非议？让你去你就去，难道还要本县主亲自伺候你不成？是，微臣这就去。贱人，仗着侯府的权势，竟然如此折辱我。若是当年那个傻子还在，只要我咳嗽一声，他都会急得掉眼泪，把最好的吃食双手捧到我面前。那个蠢货虽然傻，但至少对我百依百顺。皇上驾到！大理寺卿兼锦衣卫都督顾燕慈顾大人到！天哪，我没看错吧？顾督主竟然牵着一个女子的手。夫君，这里好多人，他们为什么都盯着我们看？别怕，他们看你是因为我家夫人今日是这大殿上最美的女子。跟紧我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苏若莹，那个连话都说不清楚的傻子！你发什么疯？御前事宜，你是想害死长平侯府吗？这不可能，他是个心智只有7岁的傻子。顾燕慈是什么人？怎么可能看得上我萧景琛不要的人？一定是认错人了，一定是。夫君，那个白白的糕点看起来好好吃。张嘴，小心烫。好甜，夫君你也吃。好，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是他，真的是他。他不仅没死，甚至连那股傻气都褪去了大半。我抛弃他才1个多月，他竟然成了顾燕慈的掌上明珠，凭什么？他本来是我的，他那双眼睛以前明明只能看着我一个人。若莹，真的是你？你认识我？若莹，你怎么了？我是你的景琛哥哥呀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们从小定了娃娃亲，你说过长大了要嫁给我的。那晚大雨，我不是故意要抛下你的，是侯府逼我的，我快疯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想起来了，你是那个把我的桂花糖打飞进泥水里，还骂我是累赘的坏人。我不是你的未婚妻，我只有一个夫君，他叫顾燕慈。你是个坏人，你走开，我要回去了。夫君找不到我会着急的。站住！你不准走！你本来就是我的女人，顾燕慈算什么东西？你才是什么东西？本都刚才问你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敢拦我顾燕慈的夫人？顾督主，下官翰林院修辩萧景琛，下官并未冲撞顾夫人，只是遇到故人叙叙旧罢了。夫君，你来啦！怎么去了这么久？可是这不长眼的东西吓到你了？夫君，我不认识他，他突然跳出来拦住我的路，还说一些奇奇怪怪的事，还要伸手抓我。他是个坏人，我不想看见他。听见了吗？我夫人说不想见到你。顾督主，你休要被他现在的样子骗了，你根本不知道他以前是什么样。
我与他自幼相识，指腹为婚。7岁那年，他为了救我，喝下了毒汤，变成了智力只有7岁的傻子。这10年，他满心满眼都只有我一个人。他今日能被你哄骗，不过是因为心智不全。他真正爱的人是我。你骗人！我救你，是因为我7岁的时候觉得人命关天，你嫌弃我是傻子，在大雨天把我丢在荒郊野外的时候，那份救命之恩就已经还清了。我以前是不聪明，但我现在知道，谁对我好，谁在利用我。你根本不爱我，你只是受不了那个被你丢掉的累赘，现在过得比你好而已。你的病，你的神智真的恢复了。若愚，既然你清醒了，你就更应该知道我们这10年的情分有多深啊！那晚是安乐县主逼我的，我心里是有你的。你跟我走好不好？本官的夫人，也是你这等蝼蚁敢碰的。顾燕慈，你竟敢在皇宫内院私自动用武力殴打朝廷命官！我要到皇上面前参你一本，我要告你仗势欺人，强占别人未婚妻。朝廷命官，你是在说你那曲正6品的翰林院修筑吗？本都今日就算在这里把你拆骨剥皮，皇上也不会多说半个字。至于强占未婚妻，萧景琛，你那晚丢下他去迎娶长平侯府县主的时候，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你与苏家恩断义绝了。现在，她是我大理寺卿顾燕慈明媒正娶、皇上亲笔御赐的正一品诰命夫人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在这儿攀咬？哎呦，顾督主，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皇上见您和夫人许久未归，特命老奴来瞧瞧。李公公来得正好，这新科探花萧景琛不仅在御前饮酒失仪，而且胆大包天，竟敢在宫闱禁地，借着酒意公然调戏纠缠1品诰命夫人。本都看他神志不清，便稍微教训了一下。大胆狂徒，简直是色胆包天！皇室宫闱岂容你这等斯文败类撒野？来人呐！在！皇上有旨，今夜乃是大喜之宴，不可见血。将这不知死活的萧景琛当场扒去官服，摘下乌纱帽，褫夺其翰林院修筑一职，立刻乱棍打出皇城，永不录用。不，公公饶命，顾督主饶命！下官没有调戏顾夫人，下官冤枉啊！若云，你替我求求情啊！我好不容易才考上的探花，我不能失去官职啊！你丢下我的时候也是这样头也不回的。夫君说的对，做了坏事就一定要受到惩罚。顾督主，这等污秽之人已经清理干净了，没惊扰到夫人吧？皇上还在大殿等着您2位呢。有劳李公公，本都与夫人随后就到。刚才那番话可是真心话，当真对他再无半分留恋。真心话。夫君，我以前脑子坏掉了，分不清谁好谁坏，但是现在我清醒了，我知道是谁在黑夜里把我接回家，是谁给我熬苦苦的药，又是谁为了我不怕得罪坏人。夫君，我只留恋你。好，不然招惹了本都，这辈子你都别想再看其他男人了。走吧，夫君带你回家。督主，出大事了，天塌了！严相那个老匹夫，他竟然狗急跳墙，联合了边关的守将，伪造了您与北狄国师暗中勾结、意图谋反的密信。他们买通了宫里的太监，直接将铁证呈到了御前。谋反？他倒是真敢下血本。皇上怎么说？圣上生性多疑，看到那些伪造的北达印信，当场震怒，不仅摔了御宴，还下令褫夺了您的官职和锦衣派兵权。此刻，御林军统领正率领3000精锐，将咱们都督府团团包围，要将您打入大理寺最底层的死牢，听候3、4会审呀，督主。本都知道了，御林军破门还需要多久？最多半炷香的时间。督主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属下这就掩护您从密道杀出去。愚蠢！本都若是逃了，这通敌叛国的罪名就彻底坐实了，顾家世代忠良的名声也会毁于一旦。更何况，我若是成了通缉犯，他该怎么办？督主是想传我的死令，召集府内最精锐的30名暗影卫，不惜一切代价，通过后山密道，将夫人安全送到城外的隐仙山庄。那里有我早年布下的迷阵和机关，严相的人绝对找不到。夫君，你快看，第1000颗星星我折好了。翠儿说的对，只要折满1000颗，神明就会听到我的愿望，夫君以后再也不会遇到危险，永远平平安安的啦。我们家若无真厉害，有你向神明祈求，夫君一定长命百岁。夫君，外面打雷了，你是不是很冷？为什么你的衣服都湿了？夫君不冷。若莹，外面雨下的太大，我们要玩一个捉迷藏的游戏。你先把这碗甜汤喝了，喝完之后就会有几个大哥哥带你去一个很好看、有很多萤火虫的山庄里躲起来。
我不去找你，你千万不要出来，好不好？捉迷藏，可是外面的雷声好吓人，我不想去别的山庄，我想和夫君待在一起。夫君去哪里，若莹就去哪里。乖，听话。这次捉迷藏不一样，如果你留在这里，夫君就会输。你希望夫君输给坏人吗？不要，夫君最厉害，夫君不能输。那就把汤喝了，去山庄里乖乖等我。好甜，夫君，一定要快点找我，不然我会害怕的。对不起，若莹，这次夫君可能要失约了。督主，御林军已经开始撞击正门了，夫人必须立刻撤离。把这个放在他的枕边。通敌谋反乃是诛九族的死罪。这封放弃书上有我的私印和京兆尹的官衙大印，日期是10天前。从法理上讲，他已经不是我顾家的人了。无论我定什么罪，都牵连不到他。督主，您这是连最后的一点念想都要斩断啊！夫人若是醒来看到这个，她该有多伤心？伤心总比跟着我这乱臣贼子一起掉脑袋好。记住，若我死在狱中，这放弃书便是他的护身符。若严相的人追来，你们这30暗影，就算流尽最后一滴血，也要护他周全。带他走，立刻！属下誓死保护夫人。督主保重。圣旨到！大理寺卿兼锦衣卫都督顾晏慈涉嫌通敌叛国，意图谋反，罪恶滔天，即刻剥夺一切官职爵位，收押至大理寺天牢底层死狱，听候发落。钦此。顾晏慈，你已是阶下之囚，还不速速束手就擒？若敢反抗，格杀勿论！所有锦衣卫听令，收刀。督主不可啊！进了死牢，严相一定会把您折磨得生不如死的。这是命令，收刀。本都还没有输。严相以为把我弄进死牢就能只手遮天，他未免也太小看我顾晏慈了。想要我的命，就凭他还不够资格。本都跟你们走。疼，好疼！夫人，薛神医说过，您脑中的余毒已经到了最后拔除的关头，加上今夜您情绪大悲大痛，这最后一次毒发的剧痛熬过去，您的心智就能彻底恢复了。夫人，你一定要撑住。什么捉迷藏，什么不要我了？顾晏慈，你这个大骗子！你以为一封按了手印的破纸就能把我从你身边推开吗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夫人，督主也是为了您好。严相构陷督主通敌谋反，圣上震怒，督主此刻已经被打入死牢3次会审。这谋反是诛九族的死罪。督主留下这封日期提前的放弃书，是为了保住您的命啊！夫人，您这是做什么？那是督主用命给您换来的护身符啊！我苏若莹的命是他给的，没有他，我在这个世上就是一具行尸走肉。他若是死了，我绝不独活。备马，我要回京城。不好，是严相派来的死士，他们竟然这么快就找到了这里。夫人，您快从密道离开，属下誓死挡住他们。若莹，我们又见面了，看来连老天爷都在帮我啊！萧景晨，是你把严相的杀手引到这里来的，你出卖了夫君的行踪。哈哈哈哈哈！夫君，若莹，你清醒一点吧！顾晏渠那个乱臣贼子，现在已经被扒了官服，像条狗一样，他马上就要被千刀万剐，诛灭九族了。你的靠山倒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萧景晨念在旧情的份上，不会让你给他赔账的。我虽然被他害得丢了官职，但我已经投靠了严相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跟我回去做我的通房小妾，把我哄高兴了，我自然会保你一条命，总好过你被卖进教坊司吧。竟敢对夫人出言不逊，我杀了你！若莹，你那夫君现在自身难保，我看今天还有谁能来救你？你本来就是我的，乖乖跟了我吧。你别过来，你可以放过我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这就对了嘛，早这么听话多好。那顾晏慈有什么好？哪有我懂得心疼人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提他的名字？他就算在死牢中，也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而你，就算穿上龙袍，也是个只能躲在暗处摇尾乞怜的东西。你疯了！你敢杀我，严相的人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杀你，我都嫌脏了我的手。
你要去哪儿？京城现在是天罗地网，您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！督主拼了命才送您出来，您不能回去啊！他教过我骑马，是为了让我在危险的时候能跑得更远。但他不知道，我学会骑马，是为了无论他被困在多深的地狱里，我都能回到他的身边。驾！什么人竟敢擅闯皇城武文禁地？大理寺卿兼锦衣卫祖都之妻，正一品诰命夫人苏若莹，我要敲登文谷，面见圣上，为我夫君鸣冤。顾夫人，顾晏慈通敌叛国，这登文谷乃是太祖皇帝设立的奇冤之谷，大清朝祖制，凡敲登文谷者，必须先赤足走过10丈滚钉板。夫人千金之躯，走上去必死无疑，还是快回吧。祖宗之法不可废，请滚钉板。噗，滚钉板！夫君，你替我挡了那么多的风雨，今天轮到若莹来保护你了。夫人，别走了，你的脚会废的，再走下去你会没命的。大理寺卿顾晏慈之妻苏若愚敲击登文谷，告当朝丞相严崇贪赃枉法、结党营私、构陷忠良，求圣上明鉴。哪里来的鼓声？登文谷，居然有人敲响了登文谷！皇上，怕是有人午门外胡闹，登文谷30年未响，敲响要走滚钉板的，常人怎能忍受？臣这就派人去带到大理寺问明缘由。太祖遗训，登文谷响，皇帝必须亲自过问。朕倒要看看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和骨气，敢走那10丈钉板。苏家的那个傻子，他怎么可能走得过钉板？臣妇苏若莹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。你就是顾晏慈那个心智不全的夫人。你可知，敲响登文谷，若是所告不实，可是要受凌迟之刑的。臣妇的心智早已在夫君的救治下恢复，臣妇所言句句属实。严相构陷我夫君通敌谋反，不过是为了掩盖他自己的滔天大罪。皇上明鉴，此女是在胡言乱语，她不过是个被退婚之人。顾晏慈为了活命，竟然指使她来敲登文谷，简直是藐视皇恩。臣恳请皇上立刻将此女拿下，严加审问。皇上，半月前，夫君整理严相暗纵，陷入死局。臣妇发现严相暗码不在文字，在装订线的颜色，红线是西北军饷，绿线是江南盐税，蓝线是科举赃银。严相打乱年份州府，不按颜色区分，根本算不清。请即刻搜查相府书房暗格，必有分账本和彩色丝带为证。好你个严崇，还敢伪造边关密信，构炼朕的股肱之臣！来人，立即查抄相府！啊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臣冤枉啊！皇上，臣妇的夫君是清白的，求皇上救救他，别让他在牢里受苦。太医，快传太医！李公公，立刻拿着朕的金牌去大理寺，把顾晏慈给朕放出来。他若少了1根头发，朕要大理寺上下陪葬。顾夫人，您这脚底的伤深可见骨，太医千叮咛万嘱咐您在偏殿静养。皇上已下圣旨，老奴定会把顾督主完好无损的请出来。您何苦亲自遭这遭罪，下等阴冷阿扎的死牢啊？有劳李公公了，但我等不及，我要在夫君睁开眼睛的第一时间让他看见我。我要亲口告诉他，他没有输，我们赢了。夫人重情重义，老奴敬佩。快了，就在前面最上面的那间玄字号死牢。滚！告诉严嵩那老匹夫，这点手段也就给本督挠痒痒。想让本督画押认罪，让他自己下地狱来拿。夫君，若莹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尹安卫被吃掉了，我不是让他们把你送走吗？严相对你做了什么？顾督主，您受委屈了，严相已经倒台了。皇上查明了真相，洗清了您的冤情，特命老奴来宣释放督主，官复原职。
你的脚怎么了？到底是谁伤了你？顾督主，你能喜人撕你的放弃书，单骑入京，在午门外硬生生赤足走过了10丈长的钉滚板，敲响了30年未响的登闻鼓，当着皇上和文武百官的面，拿出了严相贪腐的账册残页，把严相变得哑口无言呐！还不快给本都把这个该死的铁链打开！你这个傻丫头，你为什么傻？我给你的放弃书是保命的符，你怎么敢撕掉它？10翅钉板，那得有多痛啊！你怎么砍啊？若莹，你的神智……薛神医说的对，那最后一次毒发熬过去，我就能彻底长大了。我也不是那个只有7岁心智，连路都认不清的小傻子了。我记得你为我剥的荔枝，记得你带我看的走马灯，更记得你在这牢房外对我说的那句：天塌下来你替我扛。夫君，你就是我世界里的光。你被困在这暗无天日的死牢里，周围都是黑夜，所以我不能走，我必须回来。我来是为了给你点灯。现在天亮了。好，既然你执意要闯我这修罗场，那我顾燕慈今日对天发誓，此生此世，皇权必落，我都绝不会再放开你的手。你若要天下这太平，我便为你速朝朝堂；你若要这世间繁华，我便捧到你眼前。严上家住在本都身上的每一边，本都都会千百倍的讨回来。李公公，带路，本都要带夫人回家。夫君，我们回家了。皇上明鉴，那顾燕慈的夫人分明是受了顾燕慈的指使，故意用什么颜色的丝线来栽赃陷害老臣呐！那不过是装订工匠一时的失误，怎能作为贪腐的去铁证？求皇上不要听信那丰富的一面之词，寒了老臣的心啊！是不是栽赃？等御卫军从你相府搜查回来，自然见分晓。严嵩，你若是清白的，朕自然会还你公道；可你若是真把国库当成了你自己的私囊，启奏皇上。大理寺卿兼锦衣卫都督顾燕慈，顾大人在殿外求见。顾督主不是被关在死牢里吗？严相可是买通了死牢的狱卒，要对他动大刑的，他竟然还能站着上朝。选。微臣顾燕慈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。顾爱卿，你受苦了。朕听闻尊夫人为你敲响了登闻鼓，朕已下令彻查。你今日上殿，可是有话要说？回皇上，微臣今日上殿，不仅是为了洗清微臣通敌谋反的冤屈，更是为了将这朝堂上的遮天巨讷彻底连根拔起。顾燕慈，你休要血口喷人！你勾结北狄国师的密信还摆在皇上的御案上，你才是那个乱臣贼子！皇上，微臣在入狱前便已察觉严相的阴谋。微臣让夫人带出来的账册残页，不仅指明了贪腐的线索，更是微臣留给暗影卫的暗号。昨夜，就在严相以为大局已定，相府守卫最翁水之时，微臣的锦衣卫暗探已经潜入了严相书房的密室。你说什么？皇上，这木匣之中装的才是真正的通敌密信，是严嵩近年来为了垄断江南盐铁走私，暗中与北狄皇室互通书信，出卖大庆边关布防图的铁证。每一封信上都盖着他严相的私印。李公公，给朕呈上来。严嵩，你这狼子野心的老贼！你口口声声说顾燕慈通敌，原来
真正出卖大庆江山，与北狄暗通嫖取的人是你！你不仅贪没国库，竟然还敢卖国求荣！皇上饶命！臣是一时糊涂啊，皇上。一时糊涂。为了掩盖你贪腐卖国的罪行，你不惜伪造证据，将脏水泼在微臣身上，甚至派死士去追杀微臣那手无缚鸡之力的妻子。严仙，你这等国之蠱虫，死10000次都不足惜！传朕旨意：严嵩贪赃枉法，通敌叛国，罪无可恕，即刻打入天牢，夷其3族，满门抄斩。其所有党羽交由大理寺与锦衣卫协同查办，绝不姑息。顾爱卿，这一次是你受委屈了。你查办逆党有功，朕重重有赏。从即日起，你官复原职，不仅执掌大理寺和锦衣卫，朕还要加封你为太次蟒袍玉带，入阁参政。微臣谢主隆恩，为大庆江山社稷，微臣万死不辞。爱卿的忠诚，朕自然知晓，但这件案子能有如此摧枯拉朽的转机，首功却并非爱卿。今日之事，最让朕震撼的，她一介女流，为了替夫君鸣冤，为了保全忠良，竟敢赤着一双脚走过那长达10丈的滚钉板。那等锥心刺骨之痛，满朝7尺男儿有几人能承受？苏轼若莹虽曾遭逢磨难，却有一颗至纯至孝、刚烈无双的赤子之心。他不仅用旗帜识破了严嵩的账册暗码，更以血肉之躯捍卫了人间正道。传朕旨意：大理寺卿顾燕慈之妻苏轼，忠肝义胆，贤良淑德，实乃天下女子之典范。特亲赐苏轼为正一品诰命夫人，赐金册金印，赏黄金10000两，东珠100壶，良田1000顷，赐御医3名常驻顾府，务必用最好的灵丹妙药治好夫人的伤势。钦此。微臣代内人苏若莹叩谢皇上天恩。哼，行了，别在朕面前装出这副镇定的样子了。你的魂怕是早就飞回府里去了，赶紧滚回去看看你的夫人吧。她若是伤了根本，朕唯你是印。微臣告退。奇迹，真是苍天有眼，医学奇迹呀！薛神医，他到底如何了？为何昏睡了整整3日还不醒？督主大喜，夫人这一觉乃是破茧成蝶的蜕变。之前老朽用银针和药浴，已替夫人拔出了7、8成的枯石散余毒，但最深处的心智之毒却始终差一口气。谁曾想，夫人为了督主，竟敢赤足走过10丈滚钉板，又在午门外声嘶力竭地敲响登云鼓，居然阴差阳错地冲破了夫人设想中最后受阻的经脉。夫人体内的残毒已随着那一通大汗和鲜血彻底排尽了。你的意思是，她的心智是？等夫人再睁开眼时，她便不再是那个心智停留在7岁的稚童了。这3日的昏睡，督主，您熬出头了。若莹，你醒了，还认得我吗？是不是伤口又疼了？燕慈，你瘦了。你叫我什么？若莹，你的神智真的……我全都记起来了。7岁的我，12岁的我，现在的我，所有的记忆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我记得苏家的白眼，记得萧景琛在大雨中的抛弃，我也记得是谁在风雨交加的夜晚把我带回了家，
是谁为了给我解毒，把手臂伸进滚烫的药水里任我撕咬？燕慈，你爱的是那个傻乎乎的莹莹，想以一个完整女人的身份，堂堂正正的爱你。无论你是7岁的日童，还是现在这般聪慧的模样，你都是我顾燕慈此生唯一的妻子，是我连命都可以不要的珍宝。都怪我，若我早一点杀了严嵩，若我没有留下那封放弃书，你就不会去走那10丈钉板。若莹，这伤疤也许一辈子都去不掉了，是我无能，护不住你。燕慈，你看着我，不要自责。若莹，这伤疤也许一辈子都去不掉了，是我无能，护不住你。燕慈，你看着我，不要自责。这双脚上的伤疤不是我的屈辱，而是我的军功章。你总说天塌下来你替我扛，可我是你的妻子啊！我不想永远躲在你的羽翼下，做一个只能看着你替我挡刀挡枪的废物。那10尺钉板是我自己选的路，我就是要让全天下的文武百官都看看，你顾燕慈的夫人不是个只会拖后腿的傻子。我就是要用我的血为你洗刷冤屈，为你证明。启禀督主夫人，内务府的总管太监到了，奉皇上口谕，特来为夫人送上1品诰命夫人的金册、金印以及全套的诰命朝服。老奴携全府上下叩见正1品诰命夫人，贺喜夫人逢凶化吉，凤凰涅槃。叩见夫人，贺喜夫人。都起来吧，从今往后，顾府上下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不，你们不能赶我走！我是县主的夫君，我是侯府的女婿啊！夫君，你也配？你若不是看在你新科探瓦的头衔上，本县主连看都不会多看你一眼。如今严相倒台，你不仅成了丧家之犬，还得罪了权倾朝野的顾燕慈。留着你，难道要让我们整个长平侯府跟着你一起陪葬吗？县主，县主，我求求你，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别赶我走。我现在身无分文，如果流落街头，我真的撑不下去了。让我留在侯府吧，我愿意做牛做马，我愿意端茶倒水。做牛做马？我侯府不缺你这种忘恩负义的人。当初你能为了攀附我，把救过你命的发妻弃之不顾，今日我长平侯府自然也能把你赶出去。来人，关门！若他再敢在门前纠缠，立刻赶出府门，不准再靠近。你们听说了吗？大理寺顾都种的那位夫人，不仅不是傻子，反而是个智勇双全的奇女子啊！她赤足走过10丈滚钉板，敲响登闻鼓，那一地的血印子，连皇上看了都动容。可不是嘛！皇上金口玉言，亲赐她为正1品诰命夫人。听说顾都主把她宠上了天，这几日连早朝都告了假，日夜守在床前亲自喂药。这位苏夫人当真是飞上枝头变凤凰，苦尽甘来了。要我说，最可笑的还是那个被革职的萧景琛，简直是有眼无珠，放着这么一个对他死心塌心，甚至能为夫君拼命的绝世珍宝不要，非要嫌弃人家，去给侯府当上门女婿。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。我到底干啥？那本来就是我的妻子，那本就是为了我去敲登闻鼓，为我舍生忘死的女人，是我亲手把她推给了顾燕慈，是我毁了自己的一切。若莹，若莹那么爱我，她只是生我的气了。只要我认错，只要我求她，她一定会原谅我的。她以前连我说一句重话都会难过半天，她怎么可能真的不要我？来者何人？都督府重地，闲杂人等一律不准靠近，滚开！若莹，若莹，我错了，你出来见见我好不好？若莹，我是你的景琛哥哥啊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在雨夜把你丢下，我不该嫌弃你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不要功名了，我也不要侯府了，我只要你，你出来看看我啊，若莹！放肆！我家夫人的名讳也是你这等丧家之犬敢叫的，再敢在此地污言秽语，老子直接一刀劈了你！我不走，若莹不出来见我，我就跪倒在这里。若莹，你看看这个同心结，这是你亲手给我编的。你说过等青梅熟了就要嫁给我，你说过一辈子只对我好的，你不可能忘的。若莹，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愿意用我的下半辈子来赎罪。温度刚好，张嘴，把这半碗吃了。太医说你气血亏损的厉害，必须好好补补。启禀督主，夫人，那个被革职的萧景琛不知发了什么疯，此刻正跪在咱们府门外的大雨里。他手里拿着个破布团，哭着喊着要见夫人，说要给夫人赎罪，哪怕跪死也不走。府门外的百姓都聚过来看热闹。好一个不要命的狗东西，还敢来恶心他！去，把他那张嘴给我缝上，手脚打断，
直接扔进护城河里喂鱼，别脏了都督府门前的地。属下遵命。夫君，等一下。若莹，这种恶心的人不值得你费神，我来处理就好，你千万别为了他动气，伤了身子。我不动气，但是他既然把事情闹到了都督府门前，若只是打死他，说夫君你仗势欺人，更何况有些过去的烂账，有些他不切实际的幻想，只有我亲自出面，才能彻底干干净净的斩断。我要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望。翠儿，备伞，更衣，我要去府门外。你的脚还不能下地，我抱你去。若莹，若莹，你终于肯出来见我了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，你不可能那么狠心丢下我的。若莹，你看看这个，这是你当年亲手给我编的同心结啊！你为了编它，手指头被针扎出了10几道血口子。你说过，等青梅熟了，你就会嫁给我，我们一生一世都不会分开的。你忘了吗？你看看它呀！我没忘，那确实是我编的。对，你没忘。若愚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那晚我不该把你丢下，是侯府逼我的。我心里最爱的一直都是你。你跟顾燕慈和离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开始，我下半辈子给你做牛做马。萧景晨，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你今天跪在这里求我，不是因为你爱我，而是因为你被侯府赶了出来，你失去了一切，你变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废人。你只是受不了曾经任由你打骂嫌弃的傻子，现在过得比你好，甚至成了你高攀不起的人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是真心悔过的。若莹，这10年我对你难道没有一点好吗？你以前那么爱我，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冷酷无情了？是啊，我以前那么爱你，可是我以前那么喜欢你，对你百依百顺，仅仅是因为那时的我智力只有7岁。7岁那年，我为你挡下那碗毒鸡汤，我们之间早就两清了。不是的，你不能这么算，我是你的未婚夫啊！那晚的3叉口，7岁的苏若莹就已经死在那场雨里了。现在的苏若莹是一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。你口口声声说你是被逼的，可燕慈在绝境时，她想的却是如何拼尽全力保全我的性命。带着你那些虚伪的悔恨，滚！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到你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到底干了什么啊？把这个疯子丢出这条街，不准再让他靠近都督府100步之内。遵命。我中探花了，我要娶县主了，我是侯府的女婿。不对，若愚你在哪里？哥哥给你买糖葫芦吃。哈哈哈，我是一品诰命夫人的夫君，你们都给我跪下！一书书到尾，2书白发齐眉，3书儿孙满地好孩子。当初你遭遇大难，在雨夜被丢了，谁能想到把你带回来的时候，这竟是我顾家祖上积德修来的天大福分。今日名正言顺的当家主母，祖母的疼爱，若莹铭记于心。若莹没有娘家，这几个月是祖母将若莹当成亲孙女一样护着，在若莹心里，你就是我的亲祖母。孩子。大喜的日子哭什么？这手镯是顾家历代主母传下来的信物。燕慈那小子之前觉得委屈了你，非要向皇上请旨，用他这半生积攒的赫赫战功和查案的龙力，换了一场大清朝100年来最盛大的婚礼。他是铁了心要让天下的女人都羡慕你。公主殿下说的对，夫人你不知道，督主为了今日，不过提前3个月就开始筹划了。那10里红妆的聘礼，从咱们顾府一直排到了皇城根下，连城外的驿道都铺满了红绸呢。我的老天爷，这哪里是臣子成亲，这排场简直比太子娶妃还要气派啊！你们看那一箱箱的东珠和南海珊瑚，怕是把国库都搬空了吧？
你懂什么？顾都主为了这场大婚，可是向皇上上了请愿帖子，以江山社稷之功聘苏氏若莹为妻。皇上不仅恩准了，还亲自添了64台御赐的嫁妆。顾都主这是要向全天下昭告，苏夫人是他拿命在宠着的女人。吉时已到，请新郎官踢轿门，迎新娘下轿。若莹，夫君来接你回家了。哎呦，都主，这不合规矩啊！新娘子得自己跨火盆。本都的夫人，本都自己抱。这顾府的门槛，我替他跨；这前路的火盆，我替他踩。只要有我在，他这辈子都不需要再走一步难走的路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，送入洞房。夫君，你再这么看下去，龙凤烛都要燃尽了。交杯酒，还喝不喝啦？若莹，我还记得初见你那晚是个极其雷雨交加的暗夜，你满身泥泞地闯入我的车架，用一双极其干净的手捂住了我带血的伤口。那时我以为你只是一个连路都认不清的傻子，可后来我才明白，你是我这半生杀戮与黑暗中唯一穿透原层的光。那晚你叫我一声夫君，我顾燕慈便用这一生一世来还。我不后悔那晚迷了路，如果不曾在那场大雨中被抛弃，我也不会遇到这世上唯一愿意用命来护我周全的神明。眼神没有丝毫畏惧，反而充满了与他并肩的神明。燕慈，无论前路是朝堂的腥风血雨，还是人间的市井烟火，只要你在，我便无所畏惧。你护我半生纯真，我伴你一世长安。夫人，余生请多指教。